我很喜歡做我現在股票的工作，它可以訓練我，證明說我的判斷是對的，懂不懂？他這個現在講股票的，我通通不聽，心情已經完全調整了。後來慢慢改變，我會發現我現在的做法輕鬆愉快。因為我做的是美股哈，我們大概在960個進入亞馬遜，這個算是前2年的事兒吧，它就一路漲到了1600，漲上去。那個時候在去年2月，我們發現景氣開始絕對有訊號，走了10年，我們就開始提醒自己，很多數據就提醒自己，這個地方不像當初那麼好賺了，那個地方我們發現有問題，我們就提醒自己，我們要怎麼個策略，到了多少位價錢，我們必須賣掉多少。如果它繼續往上走，在什麼情況我要把它買回來，計劃都列得清清楚楚，絕對嚴格執行的照表操課。就果然我們賣到了亞馬遜，那結果亞馬遜我們出脫了以後，它一路跌到1200，可是我們有另外一套東西，就是我們有想好，萬一跟我們想法不一樣，這個景氣沒有翻轉，沒有完全的完全走往下走下行風險往下走的時候，果然亞馬遜從1200漲回1600，超過1600。那個時候我記得我非常清楚的告訴我們的操作方法，就是从大概接近1600的时候，我們就開始陸續少部分的回補。當它超過1600，我們在1600到1700之間，最後一筆是1750，大量補回來，全部都補回來。那這個就是我們要嚴格執行我們各做的動作，這個會防止我們在這個股市裡面被淘汰。前3天，我在網絡上說，如果你有機會問一個骨灰級的股票玩家，你想知道什麼？我想做的就是一個能夠做轉換的，因為我一直覺得每個人方法應該要不一樣。當然，可是賺錢有一些原則應該很像，比如說我一直覺得進股市就是賭。基本上做股市，我不認為是賭的原因，是因為我是做基本面的。那我會抓很多東西，我認為它的景氣，公司賺錢還是不賺錢，那跟賭沒有關係。可是我認為你把錢丟到一個你不能100%保證的地方，就是賭。就是如果你用賭來看這件事情，你心態蠻健康的。OK，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我不是賭啊，我是投資，反正我就這樣。只是我一直提醒他，你明天既然不是100%一個賭注。它就是資本市場的一個遊戲，開公司也是一個賭注，只要做選擇，我認為是一個賭注。沒錯，你這樣的如果你是這種邏輯，我絕對同意。我們這樣講好了，金融海嘯怎麼發生的？因為有很多人，我們在做，像我來講，我來做評斷的時候，我要抓一大堆的數據。對，好，比如說我這資產配置裡面，我有了雷曼的債券、標準普爾、惠譽，還有另外一家叫什麼，我忘了，人家3家公司。給雷曼的債券評等是 AAA， 我當然拿到這個 AAA 的這個數字，我給了他一個評價，我給了他一個數值，我把它放到我們整個參考的數值之內。你現在所投資的這個資產幾乎是零風險，穩賺不賠。可是我沒有想到他們給雷曼的這個 AAA 的這個東西出錯，對，那當然是賭，我完全不知道，我們只能說它是風險。可是如果你這個標準，我完全同意。因為很多東西我們是沒有辦法控制的，你外部拿不到那麼多資料，你看他業績很好。因為一般人他不覺得他是賭的原因是，他不停損。就是說他的心情是，我是很健康的，所以我就是一直把錢丟進去。現在時下有一些人都提倡這種觀念，存股啊還是什麼，絕對錯誤。我們還是有一些很像進賭場的機制，例如我丟多少多少要出，丟多少多少要割肉。那我覺得，我想提醒大家就是這個觀念很好，只是你用了這個名詞，我想用的狠一點，是因為這個市場沒有錯，你這樣說，大家都講得很健康，對，好像很簡單，所以我我一直覺得用狠一點。第一個我講賭嘛，第二個我講來市場就是要暴賺，當然就是要發對，可是很多人又不認同這件事，這個東西我覺得大家的觀念很混淆。我還是強調，我在年輕人裡面。我當初進來，我剛剛提過了，我基本上就一大堆的壓力，我當然要暴賺，不然我怎麼提早退休？暴賺。我有跟他們提这件事很有趣，我說 ，Mr. Rowe 你現在沒有要
冒那麼大風險，可是你的本質還是想還是要暴賺。當然，最低風險情況下還是要暴賺。拜託，我剛才講了一個，我剛才那個誰訪問我，剛剛那位先生訪問我的時候，我買的是什麼？我買的是亞馬遜。對，亞馬遜是幾乎不分股利，它的本益比好幾百倍啊。如果以標準的分析方法，沒有人會買這只股票的啦。我當然知道，到目前為止，我還是做暴賺的生意。我非常支持，而且我要告訴你，你看看現在有多少人在做這件事情，他們是发大財的，做那個買獨角獸的公司的，比如說日本的軟銀，他投資中國大陸，他投資美團，他旗下的 Mobike 現在幾乎都倒掉了，但是他沒有關係，他發10家，他只有1家回來，他全回來了。他們求的不是這個嗎？當然是這個。所以我覺得很多做基本面的人，他被誤解了。他覺得第一個這不是賭，第二個他覺得穩定就好，沒有要暴賺。其實穩定，我覺得你賠一次回來就賠光了。對，你如果沒有這個注碼下在不是真的是野馬身上、千里馬身上，我覺得很可惜。很抱歉，也許這些人講的是因為他沒有買到那種會飆的股，因為他心裡面根本沒有打算做這件事情。當你打算做這件事情的時候，你整個去研究的方向和你找的東西，那是完全不一樣。我那時候08年的時候，我也算沒什麼錢，但因為我覺得可能是年紀的關係，因為那時候回頭看也才24、5歲。是，我知道那個時候你很年輕，那個時候我剛當兵下來，你還沒結婚嘛？那時候工作也還沒做1年。對，我們那時候遇到的時候是。但是我那時候想了，反正我一無所有，对，那我就跟他拼狠一點，正確，拼到了再說，沒拼到就算了，我沒有什麼大的損失，是，所以我的風險偏好的養成大概就是那個時候那樣來的，是，然後經過這麼多年，我演化成怎麼一直在降低一點風險，但是我的本質還是風險偏好者了，所以有可能因為這樣，我們在那個金融海嘯的進場點就很大不一樣。對對，那時候我們好像有遇到，我們不知道在哪裡遇到，又聊了一下。金融海嘯那個時候，我金融海嘯是完全離開。我記得 Mr. Rowe 是09年3月以後，3月、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，沒錯，那個時候開始進場，有大概是那個時候。那我的是從08年11月我就開始試了不對我就走，試了不對我就走，所以我買到的是最低點，我那時候應該買到3900、4000的那個位置。但是那時候我們在街上遇到 Mr. Rowe 的意思是你是會追高買，我不是會追高買，你是必然追高，必然追高買，對，我絕對不攤平的。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想，其實我一直在想這個是哲學問題。Mr. Rowe 你的成本是少賺，對，少賺後面那一段。我的成本是我賺到後面那段，但是我吃前面的停損。但是我的一個想法是我買的夠低。我後面安穩度比較高，所以我反而是不要去追高，因為我懂你意思。因為對我來講，那個成本是追高以後，我反而覺得我不好控制。OK， 那如果我買在一個 Mr. Rowe，你完全清楚我的買點，我拼的就是拿到一個 S 賠，我就很好打這個牌。對，可是 Mr. Rowe 你可能是不一樣的，風險偏好不一樣，個性也不一樣，你家的背景也不一樣，你所面對的東西都不一樣。我今年60多了，對，我就是不能賠1毛錢。我在這個過程中，我不能賠1毛錢。可是如果你的背景跟我不一樣，如果可以賠，你可以去試。當你試出這一套方法，如果對你比較有效，你這一套東西你做得非常習慣，那你的獲勝率是不是比較高？但是你硬要我用你的，那對不起，如果我用你的方法，我鐵虧光了。對，講到這個，我那時候做股票，我家人因為家人那時候年輕，壓力比較大，我就很好奇，我是有賺會講，沒賺我就不講。我的做法是降低我的壓力，因為我反正我只有2條路嘛，我要麼就挺過去，我要麼沒挺過去。但在這個過程中，我講不講對我沒有影響，我乾脆把報喜不報憂，然後把這個當成我的助力。我就這樣挺過來，我不要。所以我們會變成很熟的朋友，在下也是。真的嗎？真的。因為反正我現在會講了，我現在敢跟我老婆講，我以前虧了多少錢，在什麼情況？先不講，他兩眼現在，我現在2個60，他兩眼發直哦。哎，
你說這件事我要到強的，真的不行這樣，因為我看到股票市場本來就不太好賺錢，但是有很多人2個都做股票，到最後如果沒有做過規劃，萬一走錯一步，那個將來，我不應該這樣講，我這樣講或者說嚇各位啊，那是很可憐的，對，那個壓力很大。要就錢少的時候先試試看，對，然後不行就不要碰，因為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從這邊賺到錢，無所謂，我覺得無所謂哈。對，當然我非常支持這一點啊，我不知道原來我會認為說我們聊，我現在有發現我們物以類聚，觀念很近，不可能啦。不適合做的人，我真的勸各位，不適合人做的不要想着暴賺。你在試的過程中發現你不行的話，我勸你早點離開，因為這個市场基本上別人說什麼28法則，我說狗屁，91以上，對，可能91還沒有，對，應該是說我覺得長期來看91可能沒有，是一可以的就是幾乎一輩子，而且很穩定。那個很穩定也不是說每年多穩定，但是出手很穩定。這個出手很穩定，我覺得好像是現在他們都做不到。我的意思要花點時間，因為我基本上我不認為這件事情像你講說那麼容易。他如果沒有一段時間的累積，你說我可以忍住，我不買就是不買，那沒有一段時間的修煉，我不認為做得到。我不知道你怎麼樣，我覺得很快，因為我當初是。我有聽你們的廣播，我很強調要知道輸家下一步，不要認為它是個容易的事情。我覺得大部分人都太迷信財報了，這是一個正常的，不要以為這個很丟臉。不一樣的年紀的是怎麼看某些事情。你有辦法在股票市場賺錢，不要買房子。